Hello， 大家好，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在之前影片中，小李哥分享了灰管漏水的隐患和保险拒保的问题。有好多朋友留言给我，大都是想知道更换灰管的工程到底有多大，工期要多久，想评估一下施工的可能性。这一集小李哥就从施工及成本的角度来聊聊更换灰管的工程。想要更换家中灰管的朋友，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影片开始前，小李哥先个人工商一下。如果您住在大温地区，房屋需要翻新、装修或是油漆、木地板、水工、电工的专业服务，请您在下方留言告诉小李哥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灰管是一种供水管，就是从家中的自来水主阀门连接家中各处的冷热供水管。所以更换灰管的工程，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将家中的冷热水管用新材料的水管重新接一次。当然，接通新水管是主要的工作，至于本来旧的灰管拆不拆，那就不一定了。只要能确定排空管子里的积水，在房屋结构中的旧灰管不一定需要全部拆出来。我们都知道，进水管不是在墙壁、天花板里，就是埋在地面下，所以重接水管免不了的就是开墙以及补墙。有经验的师傅会尽可能的减少破坏，这样可以减少之后修补的难度。家中除了供水系统，在水暖的系统中也可能会使用灰管。加拿大的水暖系统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水地暖系统，地暖系统的供热水管密密麻麻地埋在地面的水泥下。如果要重做这种地暖，就需要挖开地面，重新埋水管，重新铺水泥，这样在地面以上的装修几乎都要拆掉重做。因为这样做的工程难度太大，所以大多数的客户会选择停用地暖系统，拆除主机，封闭水管，改安装电暖 baseball heater。 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水暖系统，就是使用热水加热的 baseball heater， 这是一种十分落后的供暖系统，升温很慢，热效率也差，室内的温度也不均匀。这种系统再去更换灰管实在是不划算，几乎所有的客户都会直接换装电暖系统。安装电暖最主要的工作是切开墙、拉电路。大家发现了吗？施工的方法其实和拉供水管的原理是一样的。关于电暖系统的安装，我们还必须面对电力备容的问题。30多年前的房子，电力本来就比较吃紧，一旦用上了全屋电暖，大多也要一并的进行电力扩容工程。电力扩容平均要进行4到6周，大多是室外的工作。电力扩容的工程也不是3言2语就可以说完的，这一集我就先不展开细说，之后我会再拍一支影片和大家分享哦。如果只有供水系统要更新，那工程的难度其实并不高。一栋2500尺的独立屋，打开灰板、拉水管、补平墙面，一切顺利的话，大约2周以内就可以完工。如果运气比较不好一点，需要破坏到瓷砖或是地面，就会大约多1周的工作时间。在施工的期间，可以规划分区施工、分区断水。大多数的屋主也会选择继续住在屋内。如果加上更新成电暖系统以及电力扩容的工程，施工的范围就会扩大到全屋，每一个房间的墙壁都会被切开，要复原也需要重新补土、打磨和油漆。这样的工期会再增加8周。虽然我们还是可以分区施工，但这样家中一定会比较脏乱，粉尘也会更多。如果您要住在屋子里，活动的空间就会十分的受限。如果您决定要重做水地暖，那就是魔王级的难度了。除了地暖本身，房子里的装修几乎都要翻掉重做。
房子是一定要空屋才能这样施工，在工程的期间也是绝对不能住人的。听完了小李哥分享灰管如何更换之后，相信大家都发现了，更换灰管这个工程的困难点并不在于接水管的本身，而是如何在房屋的结构中找到最好的路径来接水管。接水管的部分当然要交给持牌水工，但是要说到房屋的结构，这可不是水工的强项。所以小李哥建议您最好能找一家合格持牌的装修公司来评估整个更换灰管的工程，由装修公司和持牌水工合作来完成工程。一方面可以减少破坏，减少修补的工作，这样也自然能让工程快一点完成。另一方面，因为大多数的水工也只会开墙接水管，并不会补灰板，更不要说最后把墙整平和刷油漆了。找一家有经验的装修公司，一条龙的去把工程做完，可以省去你不少的麻烦。说到这一点，小李哥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当您收到一份灰管报价单的时候，一定要确认是否包含了修补和复原的部分哦。当然，你也一定要确认装修公司的资质，一定要有政府的营业登记执照、工商保险以及施工的商业保险。施工前一定要签完整的装修合约，完工后也请您记得要索取完工证明或是正式发票哦。实话说，在这个自由奔放的国度，不合规定的公司和个人实在太多，选择一家正规营运的公司，也许比一切都重要吧。这一次施工的耗时是在高桂林市，房子是1986年建成的。不但进水管是灰管，大多数的接头配件用的还是塑料。房主已经被保险公司警告，明年在续保的时候就要强制的安装水管监控设备以及增加保费了。小李哥在施工的过程中也发现，房子内的水压以及水温超标，灰管也已经在爆管的边缘了。还好我们提前动手，不然也应该撑不过这个冬天。房子用的是风暖系统，我们只需要更换供水管。全屋有3套厕所、2套厨房，再加上洗衣房和室外的管路，不包括重新油漆，整体工程的预算可以在1万块之内搞定。小李哥在重接进水管的同时，也一并优化了房屋水路，除了将水温调回标准值，更新了 PRV 之外，像这种早期的房子，大多是把所有的水路全部都串接在同一条半寸管上，一条水管串了10几个出口，用到越末端，水压一定会越小，水温也会不够。我们利用这次的机会，把进水的方式改成并接主管，每一条的半寸管只会连接3到4个出水点，这样就不用担心管线末端的水压、水温会有不够的问题，这样也可以间接的增加水管以及水具的使用寿命，一举两得。如果家中使用的不是地暖，只更换供水管的成本可控，工期不长，在可以节省未来保费、减少漏水问题的前提之下，又能优化室内的进水系统，提高房屋的价值，这样一举多得的投资，当然值得你马上行动。如果您房子使用的水暖系统，您就要评估一下如何改以及何时改的问题。您可以计划一下，利用返乡或是度假不在家的时间来施工，或是将家中的供暖设备更新成电暖系统。如果您家中还在使用着灰管，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告诉小李哥，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个好方法，把这个世纪问题建材给换掉吧。